有没有觉得网上那些3天打下台湾的说法，听起来特别像电影片段？什么几千枚导弹饱和攻击，特种部队闪电空降，然后台北101上就挂上了5星红旗，听得人热血沸腾。可台湾人常常只报以一声冷笑，真那么容易？憋了70几年，怎么还不动手？都快憋到便秘了吧？今天的文章，我们就换个角度，站到他们的立场，来给大家做个深度揭秘。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如果从他们的视角看，两岸军力对比的画面大概是这样：对面的小岛上站着5个骨瘦如柴的人，而我们这边呢，有50个肌肉发达的彪形大汉，平时隔着一道海峡叫嚣，那当然是实力碾压，毫无悬念。但是如果真的要打起来，问题就来了，你怎么样才能把这50个大汉一次性而且是安安全全的送到对面的小岛上去？所以你看，对他们来说，攻台真正的门槛不在于他们能不能一口气扔过来1000枚导弹，而是在于他们每天能够把多少油、弹、粮这些后勤物资活生生地送上滩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正在搬家，但被规定你所有的家当都只能用美团外卖那种小小的塑料饭盒一趟一趟地搬，而且在你搬家的路上，外面还有人不定时地踹你、掐你，把走廊堵住，在楼梯上偷偷放香蕉皮。这就是跨海补给时最真实的写照。所以站在他们的角度，最大的难点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带宽不足，或者说是流量太小。在这种情况下，你前线的火力越是凶猛，就越容易把后方的资源瞬间抽干。具体来说，跨海攻台一开始就要面临第一大难点，底下有4大考验。第一个考验叫做单向道上的卡车队。你一定看过俄乌战争的画面吧？俄罗斯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前进，结果第一辆车吃到地雷，整支队伍就全部停下来，乱成一团。同样的道理，舰队一旦在台湾海峡这180公里的航道上吃到1枚反舰导弹或是1颗水雷，大概率也无法避免同样的情况。你想想看，这条航道本来就不宽，水底下还有潜艇和水雷，任何一艘补给船一旦被击中，受伤停下来，后面的船就得全部紧急刹车，马上就会乱成一锅粥。第二个考验是台湾间歇性供水的沙滩，他们在慌乱之中好不容易抢下了一个滩头阵地，却发现每天真正能够让大型船舰登陆的时间竟然只有短短的4到5个小时。这一下整个进攻的节奏又被彻底打乱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台湾的西海岸大部分都是泥沙堆积的前海岸线，一旦退潮，整个海岸线会向外倒退好几百米，登陆艇根本就靠不了岸。只有在涨潮水位够深的时候，那些大型的舰艇才能够靠近沙滩进行卸载。你想象一下，50个彪形大汉本来雄心壮志地准备登岛大干一场，结果到了现场却被告知这里135停水，246还间歇性供水，一天最多只能上来2个人。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明天请早，这仗还怎么打下去？第3个考验叫做好基友抬钢琴。登陆的时候一定会携带大量的重型武器，像是坦克、油罐车等等，这些都必须透过滚装船来吊装卸载。而这个时刻就是他们最脆弱、最不堪一击的时候。这就像你身边那个平常老是欺负你的好基友，有一天他买了一台全新的平台式钢琴，结果电梯偏偏又坏了，他只好一个人汗流浃背，咬着牙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搬。这个时候你无论是从后面踹他一脚，
还是轻轻推他一把，他都绝对不敢松手。这就是你千载难逢、报仇雪恨的最佳时机。第4个考验叫做塞车。假设他们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突破了前面3种考验，成功登岛了。你以为就一帆风顺了吗？不，迎接他们的第4种考验才刚刚开始，那就是如何在岛内顺利的推进。台湾的中央山脉贯穿南北，天然地就把台湾岛分成了西边和东边，能够穿越山区的就只有极少数的东西，像横贯公路，而这些道路一旦被炸弹破坏，几乎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修复的。我想经历过921大地震或是台风天的台湾朋友都非常有感触。登陆之后，本来就极度依赖这少数几条公路来推进，而一颗500公斤的炸弹就足以炸断一条主干道。一旦道路被毁，那么整个海岸上几千辆的坦克、卡车、装甲车、补给车就会全部塞成一条动弹不得的钢铁长龙，成为台湾反击部队眼中最明显的靶子。你想象一下，他们的坦克大军全部堵在公路上，进退不得，驾驶员热得满身大汗，因为很多老旧型号的坦克里根本连空调都没有。这时候他烦躁地打开收音机，刚好调到 FM 94.3，里面传来台湾的播报员用非常轻松的语气说，今天岛内交通好像不太好哦，建议大家提早改道绕行。恐怕这位士兵想死的心都有了。说完了这第1大难点的4个考验，他们还将迎来第2大难点，那就是3个倒计时。这3个倒计时一旦任何一个归零，他们的攻势就会立刻熄火。第1个倒计时是弹药库存，根据估算，短程和中程导弹大约有1200枚。如果采取高强度的饱和攻击，大概每天会发射250枚。也就是说，从第6天开始，他们就要开始吃老本了，导弹库存就要见底了。第2个倒计时是地面部队的燃料和补给。我们来算一笔账，海军陆战队总计有8个合成旅，假设初期有3个旅能够全编制成功登陆，一个合成旅光是1天的油料消耗就得要200吨，3个旅加起来1天就是600吨，这还完全不包含炮弹、粮食、医药和装备备件。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在7天之内抢下像是高雄港和基隆港这样的大型深水码头，把滩头补给这种低效率的方式换成高效率的港口卸载，那么前线的部队就会因为弹药和油料失血过多而导致战力自己中断。第3个倒计时是空中力量的消耗问题。空中力量打台湾，不是像电影里那样修地飞过来丢个炸弹就跑，而是必须要在台湾的上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熬夜蹲守，来压制台湾的反击力量，防止国军的飞机起飞。美军打伊拉克、科索沃和阿富汗的经验表明，他们是24小时全天候制空，而他们要攻台，难度比美军当年打那些国家还要再复杂一个等级。毕竟大量的补给都需要透过海上运输，而制海权又极度依赖制空权的支撑。想要维持这种高强度的制空，需要大量的资源消耗，而且这种消耗是不对等的。这就好比一只猫守在一个老鼠洞口，老鼠可以随时出来骚扰，但猫必须24小时警惕。虽然他们账面上的现役战机有将近2000架，但真正可以用于高强度台海作战的主力，像是歼16大约只有370架，先进的歼20大约有195架，但最关键的是，负责空中加油的运油20加油机竟然只有区17架，这就导致它每天能够进行加油、挂载循环，出击的上限大约只有550架次。而每一架战机能在台湾上空滞留作战的时间大约也只有短短的30分钟，500多架次听起来不少，但分摊到24个小时里，
真正能同时在台湾上空维持压制的战机，可能只有30到50架。这种出击强度根本就撑不起全天候无死角的空中压制。就算从陆地机场轮班起降，频繁起降会把飞行总时长和发动机损耗至少增加3倍以上。按照他们战机发动机普遍只有几百小时的设计寿命标准来看，在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下，恐怕不用7天，这些战机就得集体飞回去进场大修了。与此同时，台湾和美军的防空系统也正在虎视眈眈地准备戳他们的这些吸管。所以制空权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场消耗战和耐力战。要知道，美军的发动机设计寿命动不动就高达上万小时，而国产的战机还有那些从俄罗斯买来的引擎，普遍设计寿命就只有几百个小时。这绝对不是夸张，而是赤裸裸的现实。肯定还会有人不服气，我们有全民皆兵，有成千上万的民用船只可以征用。可是大哥，民用的货船、渡轮根本就没有军舰那种厚实的防弹装甲结构，在台湾绵密的海防火力面前，这些船根本就跟纸糊的一样。别说是轻型的反舰导弹了，就连岸边的快速火炮，甚至是最便宜的无人机攻击，都能够轻易地把船体打穿、打漏、打到起火。这种情况下，补给的速度恐怕都跟不上战损的速度。还会有人说可以空投、垂直补给、无人机蜂群补给，听起来很美好，但现实是，一次大型运输机空投的量顶多也就是20吨左右。你拿这点量去支撑前线几千辆嗷嗷待哺的坦克、卡车、火炮，这简直就是想用眼药水瓶子去给一头大象洗澡。更别提无人机补给了，一架无人机能带几公斤的东西，还要自己飞越180公里的海峡。这种想法简直就是想让一群蚊子去飞越撒哈拉大沙漠，实在是太天真了。讲到这里，肯定有不少军迷准备掀桌子了。我们有3位立体打击，倾泻式的火力覆盖下去，几个小时台湾就惨了。好，如果非要掀桌子，那我们就不得不说一说他们会面对的第3大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即使台湾的海空防御力量在开战第1天就被打成半残，依旧得去面对这个物理世界中无法被意志改变的4大现实。第一个现实是台湾的移动防空导弹残存率。那些乐观派认为，只要1顿导弹饱和攻击下去，台湾那些爱国者天宫飞弹的雷达就全部熄火了。可现实却是，台湾的爱国者 PSC 3天宫3型全部都是车载化的移动部署，雷达车可以在30分钟之内就变换位置，而且它的射控车和发射车是分开部署的，你根本就不太可能把它一锅端掉。第二个现实是机场跑道的快速恢复能力。乐观派们认为，只要把机场跑道给摧毁了，那台湾的战机就全部会变成趴在地上的窝趴机。可现实是，台湾拥有超过300套的跑道快速修复装备包，根据演习的实测，大概只需要2到4个小时就能够让战机重新起飞。第3个物理世界的现实是近岸的防御和水雷部署。即便台湾所有的雷达都被摧毁了，台湾的岸基反舰导弹仍然可以透过后方的盟友预警机或是地面的光电感测系统继续进行拦截。而那些机动部署的火炮和大量的智慧型水雷，很多都是靠被动的隐蔽性和光纤制导，根本就不需要雷达，也照样可以发挥作用。他们要面对的第4个物理现实是码头的吞吐量极限。计划用来运送部队主力的滚装船，对于水雷和小型导弹快艇几乎是毫无防护能力。在船只准备靠岸的最后20公里，以及码头的水下航道，只需要进行简单的破坏，就可以形成各种被动的伤害。这些防御手段也根本不需要雷达，
台湾甚至可以用单个成本不到$500的简易水雷来造成巨大的阻碍，而每一次要清除一颗水雷，可能就要耗费30分钟以上的时间。我们再退1万步说，即使真的拿下了台湾西岸的2大主要港口，可是在战时码头和周边的道路一定已经被破坏了。在这种情况下，单日能够卸载4万吨的物资，就算是非常幸运了。但是要支撑一支快速推进的地面部队，每天至少需要8万吨的补给。所以即便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进行补给，这个物理上限也只够满足实际需求的1半。因此，所谓的首波攻击就让台湾瘫痪，顶多是把门口开门的老大爷给打晕了而已，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那个只能用外卖饭盒来搬家的终极难题，也就是补给带宽的问题。没错，你可以在24小时之内把台北的天空打得像黑夜一样，但是只要港口潮汐窗口、道路、制空权、飞机寿命、加油机数量等等这些物理问题没有被解决，只要这个带宽没有被拓宽，那么最晚到第8天，前线的部队就会因为油料断供、弹药见底、士兵没东西吃而彻底熄火。哪怕那时候台湾的雷达已经全部都不在线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正是那些高喊3天拿下台湾的乐观派们从来不肯去面对的核心难题。你以为他们内部不知道吗？他们其实比谁都心知肚明，但是在对外的宣传上却从来不提。为什么要搞内外2张脸呢？原因其实也超级简单，对内也就是对大陆民众要打造一种胜券在握的集体情绪，而对台则是进行心理战，用3天插旗总统府这种说法来制造台湾社会的恐慌感，让很多人在还没开打之前心理防线就先崩溃了。对美国则是进行下阻，大吹特吹什么导弹齐射、航母绕岛，最好能把美军给吓退，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当然美国可不傻，人家的研究报告早就把后勤短板问题写得明明白白了。反倒是不少台湾人是真的被这种宣传给吓到了。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那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他们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觉得自己能够稳妥的攻台呢？我为此专门做了一个超级简单直观的量化模型。这个模型的公式是作战可行度等于 TRAF 每日可投送的吨位，每日的需求吨位。如果得出来的结果大于等于1，那么理论上这一仗就可以打。如果大于 1.5， 那就意味着即便在战场上有 30% 到 40% 的战损，仍然可以顺利通关，那就打得非常稳妥了。但若是小于1，那干脆还是不要打了。下面就直接说结论。根据我们前面的数据，模型里他们的需求是每天8万吨，但它的投送能力大概只有3到4万吨。那么得出来的作战可行度系数大约是 0.45， 远远低于 1.0 这个最低限度。结论就是成功率低，战略风险极高。我在模型里还加入了美军来做一个对比。假设是美军来执行同样的任务，美军的需求大约是每天17万吨，它的投送能力大约是14到15万吨。最终美军得出来的系数是 0.8 到 0.9， 略微低于1。我的意思是，就算是让美军来打台湾，也绝对没有那么轻松，也会陷入一场可能超过30天的苦战。我这么说不是在鼓吹国军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台湾确实有其客观存在的地理优势。当然我也不是在贬低他们，毕竟他们现在的发展速度很快，未来会怎么样，谁也不能假装看不到。那么对台军力要增加到多少才可以放手一搏呢？我们可以稍微开一下脑洞，假设他们拥有2倍于现在美军的投送能力，那么它的带宽系数就能达到 1.7 到 1.8， 这样即便有大量的战损，也完全能够打得下来，而且战斗很可能会在2周之内结束。再假如
如果他们有3倍于美军级别的投送能力，带宽系数达到 2.5， 那就可以形成全面的压制，估计可以在10天之内就结束战斗。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即便如此，还是没有达到他们自己宣传的3天就拿下台湾的要求，除非国军在第2天就主动放弃抵抗，否则要做到3天拿下，那个作战可行性系数至少要达到6以上。也就是说，目前他们在宣传上至少吹了20倍以上的牛。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想要真正的展现武力，达成3天拿下台湾这种好像随时可以动手的水平，他们至少要达到现役美军2栖舰队3倍的规模，并且有能力在台湾的近岸快速搭建起至少4条超大型的浮动码头和全天候的接驳桥，让物资的带宽系数能够达到 2.5 以上才有可能。换句话说，他们至少要把现在对台军事投送能力提升到现阶段的5倍以上，才能够兑现他吹出来的牛。那么至于要提升5倍，具体需要多长的时间，我就没有办法下结论了。最后我还要提醒大家一点，战力翻倍并不代表被侵略的台湾人配合度也会跟着翻倍。实际上，即便成功的在台湾的总统府插上了旗，那战斗也可能只是刚刚开始而已。毕竟今天的台湾民众可不是1949年那时候那些容易被忽悠的老百姓了。台湾社会的抵抗意识、公民社会的组织能力，以及当今社会的资讯流通速度，都远远超过了过去所征服过的任何一个地方。所以说，战争从来不只是纸上谈兵，更不是网络上敲敲键盘喊打喊杀那么简单。它背后牵涉到的是无数像我们今天谈到的后勤、地理、科技，甚至是天候这些冰冷而残酷的现实。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千千万万颗不愿意屈服的人心。在看完了我们今天的分析之后，你认为他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在短期内拿下台湾？如果你觉得能，请在留言区回复1；如果你觉得不能，请回复2。也欢迎你写下你的理由，让我们一起在留言区进行理性深度的讨论。在当今的网络世界，如果你想找一种最廉价、最不靠谱的战略自信，那3天拿下台湾绝对是首选。这个说法像病毒般在各种社交群、媒体、论坛和短视频中扩散。他把一场极为复杂的现代战争简化成电子游戏，仿佛成千上万人的生死。一个地区的命运只需按个按钮，3天后一切就尘埃落定。红旗在台北上空飘扬，许多人听多了，不免感到焦虑甚至恐慌。台湾真的这么脆弱吗？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战争，尤其是跨越天堑的登陆战，它首先是一门科学，还是一场表演艺术？如果你和我一样，相信它终究要遵守基本的物理规律，那么今天我将带你彻底剖析3日攻台这个巨大的军事神话。我们将用最冷静坚实的现实，从天气、地理、战术等角度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的真实面貌。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我们会发现，挡在解放军面前的从来不是台湾军队的草莓兵，传闻也不是虚幻的民主光芒，而是几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镌刻在地球表面的物理壁垒。而所有障碍的核心都指向一个让北京将领们彻夜难眠却避而不谈的真正噩梦。要理解台海战争的真实难度，我们必须先确立一个核心概念，我称之为跨海投送带宽。你可以把解放军最先进的导弹和战机想象成实验室里测试出的速度达每秒数 G 的超级光纤网络，看起来瞬间就能用海量数据淹没你，让你崩溃，这很吓人，对吧？
但真正决定你能否看完一部超高清电影的，从来不是实验室的峰值速度，而是连接你家和视频服务器的那条隐形却真实的网络总带宽。跨海作战就是这个道理。战争，尤其是需要大规模登陆的战争，是人类活动中物质消耗最惊人的，没有之一。它消耗的不是虚拟数据，而是以万吨计的实打实的钢铁、燃料、弹药、粮食和药品。据最保守估计，一场全面控制台湾的行动，初期投入的物资就高达3000万吨，还需至少5600万吨的油料储备来支撑。这些天文数字的物资不可能像魔术般出现在滩头阵地，他们必须通过船只一吨一吨、一船一船地横渡台湾海峡，在指定登陆点卸下，再分发到每个作战单位。这条由无数运输船、登陆舰，甚至征用的民用滚装船组成的绵延上百公里的海上通道，就是解放军攻台的后勤命脉。这条命脉的宽度、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投送带宽。所以，洞悉台海问题的关键，请忽略那些炫目的武器型号。你只需问一个问题：解放军的后勤带宽够吗？当解放军精心策划的速战速决剧本撞上台湾海峡这堵物理墙时，将从4个维度遭遇难以想象的难题。首先，就是严苛的天气。台湾海峡从来不是平静的内陆湖，它以风大、浪高、流急闻名，是全球最危险的航道之一。每年受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影响，真正适合大规模2栖登陆的窗口期极短，通常只有春季的4月和秋季的10月，前后加起来不过几周。在其他时间，恶劣的海况将是任何舰队的梦魇。它不仅会严重影响舰艇的航速和阵型，还会大大增加登陆艇倾覆、直升机突击失败的风险。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基于盟军对英吉利海峡气象的精准把握，而台海天气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解放军在战争初期通过导弹饱和轰炸夺取制空、制海权，那支庞大的缓慢前进的登陆船队，在穿越180公里的天险时，仍是台湾反击的活靶子。任何一枚精准的反舰导弹或隐秘部署的智能水雷，都可能轻易让一艘满载部队和装备的运输舰，连同其作战计划，一同沉入漆黑冰冷的海底。试图在非窗口期强行渡海，本身就是一场豪赌，赌输的代价就是败局。解放军的战术构想，必然是在登陆部队出发前，用数千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对台湾全境的机场、港口、雷达站、通讯枢纽、指挥中心等关键目标实施毁灭性首波打击，目的是让台军无法指挥、无法反抗。然而，这忽略了台湾过去数十年在战力保存上的苦心经营。面对对岸的巨大威胁，台湾的防御理念早已从阻敌于国门之外转向承受守击并有效反击。大量空军基地和导弹阵地实现了地下化和堡垒化，能抵御常规弹头的直接打击。许多重要指挥所和通讯节点隐藏在中央山脉深处。更重要的是，台湾构建了全球密度最高的防空火网，从远程的爱国者、天宫系统，到中近程的陆盾2型，再到单兵携带的毒刺导弹，形成多层次、高低搭配的拦截体系。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虽强大，但要在首波攻击中同时彻底摧毁台湾数百个精心伪装和加固的军事节点，使其完全丧失功能，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一个机场跑道能在几小时内修复，只要一个移动雷达或备用指挥所幸存，台湾的防空和反击体系就不会彻底瘫痪。一旦无法在开战最初几小时完全致盲台军，
后续在茫茫大海上缓慢航行的登陆船队将面对毫无保留的反击。即使假设解放军克服了天气和首波打击不彻底的困难，船队抵达台湾近海，现在他们面对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在哪里登陆？摊开台湾地图，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典型易守难攻的岛屿。东部是陡峭的悬崖峭壁，直面太平洋，根本无法登陆；而西部海岸线看似漫长，但真正适合大规模正规军，特别是重型装甲部队展开登陆的沙滩屈指可数，总共约14处。这些被军事专家称为“红色滩头”的地点，几十年来已是台军防御重点，每寸土地都被反复计算和勘测。水下障碍物、滩头雷区、纵深碉堡、隐藏在后方高地的反坦克阵地和炮兵阵地，一切都将这些登陆点预设为巨大的立体杀伤区。解放军的登陆部队一旦选择这些地点抢滩，将面对早已标定精确坐标的来自四面八方的饱和火力打击，那将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单方面屠杀。那么选择非正规登陆点呢？如从河口、渔港甚至湿地渗透，这些地方防御确实较弱，但地形将是进攻方重型装备的噩梦。坦克和装甲车会陷入泥泞，后勤车辆无法通行，部队上岸后将立即被分割，包围在狭窄街道、错综建筑和崎岖山地中，被迫陷入最残酷、最耗兵力的巷战和山地战。对登陆方来说，这是个无解的死局，要么在预设死亡滩头瞬间蒸发，要么在泥潭中慢慢耗尽。无论选哪，速战速决都只是笑话。这是所有难题中最致命的一环，也是我们后勤带宽理论的核心。我们再次假设，解放军以巨大代价终于将第一波数万部队送上台湾本岛某个角落，战争就结束了吗？恰恰相反，战争才刚开始。滩头阵地的士兵所携弹药、口粮和药品通常只够支撑1到3天高强度作战，他们需要后续部队增援，需要源源不断的炮弹、导弹提供火力压制，需要油料驱动坦克和车辆，更需要粮食饮水维持生命。一切都依赖那条横跨台湾海峡的脆弱海上补给线。据美国国防部研究报告，解放军现有专业2栖登陆舰和运输舰数量远无法满足大规模攻台需求，这意味着必须大量征用民用滚装货轮、集装箱船运输人员和物资。这些民船几乎无防护，航速慢，目标大，在现代反舰武器前就是绝佳靶子。台湾的雄风系列反舰导弹可从陆地、军舰、战机等多平台发射，改良鱼叉导弹射程覆盖整个海峡，而最简单、经济且致命的武器——智能水雷，一旦在关键航道大量布设，就能将台湾海峡变成死亡禁区。解放军的补给船队将面临空中、水面、水下乃至外岛的全方位立体打击，每损失1艘船都意味着滩头部队战斗力削弱1分。一旦这条命脉被有效切断，哪怕仅24小时，以登陆部队就会迅速陷入弹尽粮绝、后援断绝的绝境。他们将从进攻力量退化为被围孤军，最终结局只有被歼或投降。跨海作战打的不是一时勇猛，而是持续消耗。一旦后勤带宽被断，任何行动都将前功尽弃。这就是战争的物理学，冷酷不容挑战。看完防守方的天然优势，一个逻辑疑问就产生了：进攻方的矛是否真如传说般无坚不摧，能刺穿所有盾牌？答案可能让很多人失望。近年来，解放军军力发展确实迅猛，新式武器层出不穷，让外界目不暇接。
但在执行攻占台湾这种全球最复杂的联合作战时，它仍面临至少5个难以启齿的结构性隐忧。这是最核心、最致命的硬件短板。尽管解放军近年来疯狂下饺子，建造了多艘先进的75型两栖攻击舰和71型船坞登陆舰，大幅提升直升机垂直登陆和重型装备投送能力，但数量仍是硬伤。根据公开资料和国际军事评估，即使将所有现役两栖舰艇全投台海，第一波次一次性投送到岸的总兵力最多数万人规模。这用于局部冲突或许够，但要占领一个有2300万人口、数十万常备军和数百万后备兵力的现代化岛屿，简直杯水车薪。这意味着必须采用分波次、分批次投送兵力，而这恰恰兵家大忌。每波间隔都给台军和潜在第三方以逸待劳、重组并精准打击后续船队的宝贵窗口。至于用民船弥补运力，我们已分析，那将是灾难性自杀。现代战争是高度复杂的体系对抗，考验的不是单一军种强大，而是陆海空天等力量能否如一个大脑指挥的五指般无缝协同，形成拳头。而解放军恰恰缺乏真实战场锤炼的协同经验。自1979年中越战争后，已超40年无大规模实战。尽管频繁举行联合演习，但演习终究是演习，无法模拟真实战场的混乱、恐惧、信息中断和突发意外。新成立的联勤保障部队能否战时高效协调物资？东部和南部战区的海空力量能否指挥统一灵活？当无人机侦察目标需呼叫远程火箭炮打击，这个情报决策打击链条需多久？和平时期答案都是能，但在战火中，每个环节都可能致命延迟和错误，联合可能瞬间变联而不合，各自为战。对需精密配合的登陆作战，任何脱节都可能导致整个行动崩溃。肩负20隐形战机、55型万吨驱逐舰、航母、高超音速导弹，这些名字在新闻和军事论坛上听来威风，纸面数据亮眼，但共同特点是缺乏实战检验。从设计到战场发挥理论性能，中间有巨大鸿沟。发动机高强度可靠性如何？雷达航电在强电磁干扰下的真实表现如何？更深层，许多高技术武器关键子系统，如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尖端晶片，在底层技术上仍不同程度依赖或模仿西方。和平时可追赶，但持久高强度冲突中，一旦备件和技术来源断绝，就成战斗力持续性的致命弱点。乌克兰战争已给全球教训，再先进武器，若后勤跟不上，维护不佳或操作训练不足，战力大打折扣。解放军的明星武器是一锤定音的杀手锏，还是阅兵纸老虎？只有战场能解答，而北京未必敢揭晓。如果说解放军水面舰队和空中力量是光鲜面子，水下作战能力就是相对暗淡的例子。台湾海峡平均水深不足100米，海底复杂，是天然水雷场和潜艇伏击区。台湾若战前战时用渔船、潜艇等方式，在关键水道大量布设先进沉底雷、漂雷和智能水雷，将对登陆船队构成不可预测的巨大威胁。一艘运输船可能不被导弹击中，却很可能触水雷瘫痪或沉没。清理需专业扫雷舰，缓慢、细致且危险作业。而解放军海军的反潜和扫雷能力，相比水面舰队爆发式发展，一直相对滞后薄弱。反潜巡逻机数量性能与美日仍有差距。水面舰艇反潜声呐在复杂海域效能备受质疑，这意味着登陆船队渡海将始终笼罩水下。幽灵威胁台湾潜艇虽老旧，
但若成功伏击发射1、2枚鱼雷，就能改变战局。这种隐形威胁将对解放军士气和计划构成沉重心理压力。说完这些，还有解放军最大战略顾虑：美国、日本等军事强国的潜在介入。这是北京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最不愿面对的因素。为阻止或迟滞美军干预，解放军需将大量精锐海空军和远程导弹用于构建反介入体系。这意味着主力舰队需潜出西太平洋与美航母对峙，空军火箭军需瞄准美军冲绳、关岛基地，这将极大分散直接攻击台湾的力量。本就捉襟见肘的兵力需同时应付多战场，战略上极其危险。近年来，美国智库多次台海兵器推演，虽结论不一，但共识是，即使美军介入付出惨重代价，如损失航母，结果很大概率仍导致解放军攻台失败。美国是否介入，何时介入，很大程度取决于台湾自身抵抗意志和能力。正如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上将所言，只有台湾奋力抵抗、坚守时，其他国家才会援助。若台湾开战初期有效保存战力，让解放军登陆陷入泥潭，付出巨大伤亡，就为国际介入争取宝贵政治决策和军事准备时间。总而言之，攻占台湾是极其艰巨、复杂且变数重重的军事任务，绝非3日可成。北京战略家对此必有清醒认识。战争迷雾满风险，任何基于宣传的轻敌冒进，都将让国家付出难以承受代价。分析至此，一个最关键、最困惑的问题浮现：既然军事速胜如此渺茫幻想，连解放军内部教材和近年落马高层将领都心知肚明，为什么北京宣传机器还要如此煞费苦心地鼓吹3日神话？那是因为，当用子弹的硬杀伤成本过高、风险过大时，用信息的软杀伤就成了更重要、更隐蔽的主战场。这个战场的目的不是占领土地，而是占领思想；不是摧毁肉体，而是瓦解战斗意志。3日攻台论就是这战场上威力最大的心理炸弹。它被精心设计，有2个核心目标：对内维稳鼓动，对中国大陆内部，它营造敌人不堪一击、统一指日可待的强大幻觉，凝聚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内部矛盾；对外分化和恐吓，对台湾，它制造社会恐慌，传播失败主义，加剧战和撕裂。他试图在台湾民众心中植入抵抗徒劳、投降唯一出路的念头，同时向国际，特别是美国传递信号：别介入，等你们反应，一切已结束。如果说3日神话是心理战前奏，统战则更具杀伤力。台湾知名网红馆长陈之汉的大陆之旅，就是这场统战大戏的生动现实剧本。陈之汉在台湾有数百万粉丝，多为年轻人。过去很长时间，他以反共、爱台的鲜明立场示人，曾在直播中用最粗鲁语言毫不留情辱骂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甚至最高领导人。看清军事上的物理铁律，也看懂心理上的统战剧本，我们才能真正回答终极问题：台湾的真实力量是什么？我们赖以生存和骄傲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已超越买多少 F-16战机或部署多少导弹。台湾的胜利方程式是一套多层次、立体化的总体防卫体系，由4块坚实基石构成。第一是拥抱现实的理性认知，我们最大力量首先来自清醒，不再被3天沦陷恐吓麻痹，也不再被每日必救幻想催眠。我们清醒认识到，对解放军而言，台海战争是后勤主导的风险极高冒险，也认识到真正威胁不只来自对岸导弹，
更来自渗透社会的虚假信息和心理操纵。这种基于事实的理性是构建一切防卫策略的起点。第二，是全民参与的集体兴防。当敌人用馆长式剧本瓦解我们时，最好回击是看懂、解构它，并当成笑话。我们的免疫力来自对民主自由生活的珍视，对多元开放社会的认同。一个习惯自由呼吸的人不会轻易爱上牢笼，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社会不会轻易被拙劣表演征服。第三，是灵活的不对称战力。我们不必也不可能与对岸进行对称消耗。我们的智慧体现在发展以小博大的不对称战力。那些成本低廉、难防御的无人机和无人艇，可隐藏在山洞、渔船上的反舰导弹。台积电代表的让全球无法忽视的龟盾，龟盾意义不止经济，更将台湾安全与全球高端科技产业链牢牢捆绑，让任何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付出沉重经济代价。第四，是赢得尊重的国际信用。一本好用护照背后是在国际积累的信用额度。台湾护照通行世界，不是军事强大，而是人民海外展现良好素养，遵守规则，对经济文化做出积极贡献。这种软实力积累的信用，在关键时转化为政治支持，它唤起的国际道义声援和实质援助将远超想象。不要再问敌人多久能打败我们，我们应问自己，我们有多了解自己，有多相信自己，愿意为真实的一切付出多大努力守护。最后，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请别吝啬点赞、分享和订阅，让我们一起传递这份理性的自信给更多人。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认为台湾最大优势是什么。